港湾新闻网经贸和你聊，我是蒋全汉，今天又在空中跟各位观众见面了。今天我们还是邀请到我们汤玉令汤总监汤顾问来帮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我们台湾的这个餐饮文化，还有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主要说有几个目前呢餐饮业的发展呢，想请教您的看法。第一个就是这个全球化这个气候变迁很大嘛。对，没错。那大家开始现在习惯推广吃素食，吃轻食。对。那这个轻食和素食这个餐饮的这个文化还有那种气候逐渐台湾一直往上在扩展。对。我不晓得说您对这个前景你有什么看法没有？对这个。对于现在比如说我自己来讲，我对于素食跟蔬食这个区块，我对我的进食来讲有比较重比比较重的。现在有加重，因为我们现在对肉类跟那个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比较把关，所以会倾向于蔬食跟素食这样子。是，因为像台湾的素食产业市场是很可观的，对，只是大家有很多有信仰的人嘛，有信仰佛教徒有信仰的，对，最基本的是宗教，然后基本上家里本来有宗教，一定会吃素，是，然后每个人对于素食跟蔬食可能又介于模棱两可，到底是差异在哪里？是，对，你就会配合客户的需求，然后做调整就对。会，像好像是吃素食是这个葱蒜对，这些都不能用，酒也不能用，就是素食，比如说有些出家师傅我看过，他会吃蛋的，有些不吃蛋的，有些吃到全素，全素就是没有牛奶，没有鸡蛋，当然是5星你就不可能遇得到，是。我之前有做过一个面包工厂，他们尾牙，他们老板也是吃素，可是他在吃蔬食素，就是5星，就是蒜头他也可以吃，是，所以第一次做那个素食，说有放蒜头跟米酒的，是，对，了解。就是说像这种属于轻食的市场，好像越来越大，就是现在连我们的早餐，比如说一些轻食早餐，是早上可能就是一个酸种面包，然后可能配一点蔬菜，然后连大家以前都不爱吃鸡胸肉嘛，因为觉得鸡胸肉煮太久很柴，现在会有苏肥烹调手法，所以大家也会接受这种白肉这样子。就像有一种叫做什么肉就是那种植物肉也可以。我所了解，好像台湾在植物肉这个加工生产好像全球排第一对。所以因为可能是台湾的这个饮食文化从素食朝轻食这个发展的话，这人口越来越多。除了宗教信仰以外，另外的就是什么？就是他本人对于健康的要求特别高，对，所以他觉得说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他的生活。现在大家追求原型食物。了解。对，原型食物怎么说呢？原型就是食材的原型，然后我们再用一个基本的烹调，比如说我们花椰菜用蒸的，会用烫的，我们直接吃原型食物，是，然后也不太多余的加工这样子，不加什么油啦，可能油会用好油这样子，是橄榄油，然后或是苦茶油，是，然后撒一点盐，它想要有点味道就好了，不要，因为如果你加一些我们市面上买得到一些那种可能沾的酱可能它对我们身体本身就是个负担，是，对，所以大家现在比较追求原型食物，了解，不像以前早期我们做过素食，就是要油炸啦，因为你要有油炸之后，你可能那些素食我们自己做加工品才会香气才会体现出来。可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会比较大的负担。是。那你有在这一块里面研究它的食谱吗？一套的时候有一套吗？那各位观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下面留言我们就请我们这个汤玉令汤总监提供你这一方面的这个资讯。那第二个呢，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疫情过后对。突然一下解放出来，那有些餐饮业呢越来越稍微蓬勃了一下，对，但是还是有些大型的这种，我所知道大型的这种宴会型的餐饮好像经营都不下去。那我不晓得说这种竞争性的问题是发生在哪里？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是他们本身的菜单不好，还是说场地不好，还是这个市场本身就在萎缩？其实也不是场地不好，比如说像我一个认识的一个区经理，他也是从厨师当到区经理，然后现在他在享宾，他们就没有所谓我们的大型宴会的问题，因为他们是取向于平时我们就可以吃得到，不用特地说要什么婚宴，因为现在婚宴会场地越来越小，是因为
少子化问题，再来是结婚人不多，现在都取向于就是所以这个少子化，对影响到现在婚宴场地的这种餐饮业，对，可是越来越竞争力啊。去年底到今年，可能我们会看到出婚宴会集中一起办。因为集中一起办怎么办因为疫情的关系，这3到4年之中没有办法结婚，所以可能是先登记，然后我们后续再来补办，所以可能这3-5年内大家会一直可能全部集中在这里，因为好日子大家的嘛，不像以前我们大家会看日子这样，对，会看日子，不像我们以前板的就是一到日天天可以板的，什么名目人都可以板的，是，对，那个寿宴也可以板凳，寿宴好就是婚丧喜庆最基本的，对对啊，以前大家有可能什么兄弟会啦，姐妹会，以前不是什么六合彩嘛，是乡里那边大家聚一聚，我中奖了，摇枪打开来讲，连那个养鸽子去比赛有奖金的，他也要请，对，了解。现在不一样，因为现在全球经济的问题，跟我们生计有关系，所以整个你说要办桌，就可能就是集中在那些日子上而已。是，了解。今年不错啦，今年尾牙，从去年开始尾牙，然后婚宴，包含一些春酒陆续回来。对。可是婚宴的话，可能这几年之后，可能会再可能目前迎来一个上升期，可是之后可能会有下升期。慢慢下。对，因为毕竟还要看我们的经济问题怎样。了解。是，所以那我再来请教你一个哈，就是这个连锁餐饮呢，你知道吗？连锁餐饮有蛮多的这个厂商的，像我们知道有什么陶板屋啦、大户屋啦、什么夏目尼啊这些的还有这些牛排馆啊、西提牛排，对，这就是连锁餐饮嘛。你觉得连锁餐饮的发展呢，在过去这10几年来，我觉得发展都不错。对，那你觉得未来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是说你看对岸的这种发展的形态，或是在其他海外，不知道你在新加坡待过，你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想法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现在台湾它对一个连锁餐饮的需求，就是说大家希望说能够日益求变这样子，所以我们对一些料理都希望说可以进来台湾，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延伸。是，对。可是现在比较能倾向看到就是发展比较快的是属于享宾集团。香槟集团，享宾就是它最著名，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享食天堂。享食天堂。对，然后再来是它之前王品有蔬果，可是蔬果它收起来之后，现在就换果然会。对，果然会它又不一样，是它会让大家那么接受，是因为它有5星素。它算是一个蔬食，对，所以大家就比较能够接受。连锁的餐厅里面，蔬食的现在的竞争市场已经有占了一席之地了。对，因为大家有时候会抵制吃素食，是因为说为什么连葱姜蒜都不，葱啊、蒜啊、洋葱、韭菜不能吃，对，所以大家会比较一个抵制一点，就是心理上说为什么连这个都不能吃？是，对，现在有蔬食，大家就比较能接受这样子，对。再来是一个品牌，一个新鲜度，然后再来是名称，名称也不太一样。绝对就是外来的这个品牌，对，感觉很好，但实际上是本土品牌。了解。像以前都知道以前川菜都写的很传统，说就是川菜，对。然后现在你像小明都写的开饭川，就后面我就是要吃饭。就是我要吃饭，了解。那我现在从这看过来就是我们台湾的餐饮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一直在变化。对。那以你了解，像大陆这边的餐饮的一个发展，跟我们台湾比较起来有什么差异没有？比如说连锁餐厅啊，或是轻食的市场，他们有发展的会比较好吗？未来市场机会会比较大吗？就你们这个行业来讲，如果未来市场的话，台湾的未来市场算是一个还在属于一个还没到瓶颈啊。只是说，因为选择性越多的时候，你就觉得一直陆续开放太多新的品牌之后，大家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占了什么样一个空间。以大陆来讲，是因为它市场比较庞大，所以它对于新的品牌，你每个据点都去投一个点的话，相信会看到
你的相对的成果。成果但是中国大陆这么大，就是这个南北的气候变化很大，对，然后口味也不一样，口味不一样。那有的时候是吃的北方吃的比较咸，南方吃的就比较没有那么重的口味，没错。有时候还要加点糖啊，让它比较甜一点。所以这个餐饮的这个文化还有食材，还有你设计的菜单，在影响上面就很大。那你的看法是认为说要依地不同，然后来设计不一样的。再来是说越大的连锁餐饮，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中央工厂，就是基本上如果是在地人取的食材，一些蔬菜类的，我们就不用用央厨出来。可是如果是一些比如说酱料类的，或是说肉类的，需要由央厨统一，这样你做一个连锁餐饮品牌，你才能去能够统筹说我自己的一个食材的把控。了解，就是你可能有些的部分的食材呢是在地的，对，像麦当劳就会有这样子啊。我知道麦当劳可能还有什么米汉堡，那它因为在台湾大部分海鲜比较多，它就大力推这个海鲜堡。对，那如果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有一次在北京，北京它就有一个羊肉堡烤肉卷了解烤鸭卷这样子，是烤鸭卷，因他们当地的一个食材去调整就对。那连锁店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子来做就对了。是的，了解。所以大陆的市场，你觉得还是非常大，有机会可以发展的，可以发展，对，非常的。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汤玉令汤总监、汤顾问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轻食文化、素食文化的一个发展的前景，还有呢，包括呢这个连锁餐饮大型宴会餐饮未来的发展的这个趋势。非常谢谢你用专业的方式呢跟大家来做的这些分享。那以后还有机会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你有机会现场给我们烹调一下，然后提供一些好的产品给我们大家来品鉴？没问题。那再次谢谢您，谢谢我们汤总监，也谢谢各位观众今天空中的观赏。下次再有机会邀请他来现场烹调哦。好，谢谢大家，谢谢，期待大家见面，再见，拜拜。